接下來要趕快來看到在美國自己內部的動亂，這是來自於 ICE 哦，因為無辜的他們就是擊斃了這些無辜的平民，引爆了美國自己的內戰，而且是在3週內2位平民遭到 ICE 給槍殺，引爆了全國怒火。現在川普的不滿意度已經高達了58%，傳出美國恐怕再度關門。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這2起哦，包括3週內2起來自於 ICE 的這個槍殺，是擊斃了2名手無寸鐵的美國公民，分別都是在37歲，第一位是在1月7號，這一位是37歲明尼蘇達州的白人女性遭到槍殺，所以美國民眾非常的憤怒，走上街頭抗議。第2位是在1月24號，前幾天而已，同樣也是37歲，這一位是男性護理師，也是白人，他叫做普雷蒂。他在抗議的過程當中跟警方發生了拉扯，被 ICE 擊斃。紐約時報特別做了一個披露，他們覺得這一位護理師是非常無辜的，原因是因為他當時被警察撲在地上的時候，手上他拿的是手機，並不是任何的武器。被壓制8秒的時候，特工才大喊說他手上有槍。但是呢，隨後2、3名特工在5秒內又持續對他開了10槍。這畫面在網絡上曝光之後，引爆了全美的怒火。數千名來自於這個明尼蘇達州的民眾，在零下22度的低溫當中走上街頭抗議，要求 ICE 滾出社區。然而，我們來看到的是，川普不但不忽視這一些聲音，還直接在他的社群上面痛批民主黨，說他們拒絕和 ICE 合作，庇護這一些治理民主黨治理庇護這些城市和州，拒絕和 ICE 合作。他們還鼓勵左翼的政治煽動者，非法阻礙我們對最惡劣之人的逮捕行動。傳出川普現在還要考慮動用叛亂法，強化 ICE 的執法力道。趕快來看到最新民調，只有39%的民眾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哦。那麼我们来看到川普的鐵粉也是這個忠實粉絲也是不斷的在減少，對於反對者對川普已經上升到53%了。現在很少人願意支持川普，幹哥怎麼看？我跟你講啊，明尼亞波利斯市長哈。他講市長講說，你 ICE 可以滾出我們明尼蘇達州了。他講真好，有 guts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知道這個海關執法局啊，他當時對於這個普雷蒂啊，他是白人哦，強調他是白人哦，他是一個什麼？他是男護士啊，在台灣講法叫做護理師。男護士在當地，其實他是一個很有熱情的人。他其實那個時候在就是抗議事件中，他在指揮那個交通，所以他其實老實講，但是他的動作比較大，我們側面了解。那但是呢，他右手拿一個東西，那當那個安全部隊在靠近他的時候，他曾經有說：“你們退後 ，back， 你不應該對於這個抗議的人士進行壓迫式的那種行為，那種包圍的行為。”所以普雷蒂那個時候是站在抗議民眾這邊。坦白講一句，他當時拿着手機在揮舞的時候。安全部隊，我跟各位講哈，不管是 FBI 啊，或者是 DEA 啊，美國缉毒局或者聯邦調查局，那標準的作業就一定是一起喊 free 就是什麼？就是不要動啊。然後如果你手上有任何東西的話，他們就會講 drop your weapon， 把你的手上的武器丟掉。你的手機也是武器。drop your weapon， 如果你有任何武器，你通通要從手上丟掉。如果沒有的話，他們就有執法開槍的合法性，就說美國國內的法律就是這樣，就說當他們認為這是緊急事件，已經威脅到幹員的生命的時候，他們就可以直接執法了。它不像有很多國家只能夠用催淚瓦斯或是子彈，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，他們還是用了很多催淚瓦斯。在這種情況底下，普雷蒂就真的被打死了。然後現在。ICE 在他身上說：“我們查到了9厘米的克魯格手槍啊，那這個是他身上的。但是我們承認普雷蒂他有用槍執照，這個東西到了法院還可以拖很久。我現在先跟各位講，除了這件跟上次大家知道那個三寶媽古德之外，已經死了2個人，還有6個人在 ICE 的這個就是他們的執法過程之中死在拘留所裡面。川普，你要怎麼解釋？”我可以告訴你，這個美國的內亂還會繼續再上升。好，這個是普雷蒂之死哦，引爆了民眾走上街頭。那其實
非常多的政治人物，知名的政治人物跟这個影視界的人物也出來做了抗議。我們先來看到，包括了前總統奧巴馬發文說，美國價值正受到攻擊警訊，令人心碎的是這是美國人的警鐘。克林頓也呼籲民眾挺身而出哦。娜塔莉波曼則是說呢，譴責 ICE 是人性最惡劣的行徑。多位民主黨的參議員也強勢的表態，反對 ICE 及相關的撥款法案。如果法案卡關，美國聯邦可能再度的面臨關門危機嗎？大師怎麼看？對，這裡面就是說出了太多的事了，而且他執法的手段很有問題。ICE 現在變成好像是一個蓋世太保的部隊，不受任何法律有關逮捕的程序，或者說法律上的各種保障人權的措施的影響。最荒謬的是，他們居然戴着面罩去執法。法律代表了正義，法律代表了這個尊嚴。你應該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臉上戴面罩嘛？怎麼執法的人臉上戴面罩？他一開始的時候，很多美國人就不贊成，說你為什麼要讓他們戴面罩？他們是做着見不得人的事嘛？對啊，你既然執法，你就要光明正大。美國的警察，我覺得200多年傳統，還沒看過警察戴面罩執法的。警察就是代表正義啊，代表法律啊，對不對？你怎麼會執法的人都戴着面罩？那這裡面這個部隊呢，它成立得很快，它跟過去的這個治安的部隊都不一樣，所以而且它這個待遇很高。那對這些工作有興趣的，你比較合格的，那很多都是什麼？退伍軍人。退伍軍人在執法的時候，他的受訓是在戰場上的，對不對？跟你一般的警察執法人員是在社會，在自己的人民之中兩回事啊。所以這個 ICE 的執法到現在，真的如果任何的政府都應該要檢討一下，打死的你也沒打死非法移民啊，對，你打死的是合法的公民啊，那你不是搞得人人自危嗎？你搞得人人自危，而且他們這個常常衝入人家的工作場所裡面去抓人，然後你看現在美國在街上就在逮人呢。你知道街上為什麼逮人？你長得像非法移民，你長得不像這種所謂架槓這下美國人的話，他就要把你攔下來問。所以美國現在人人自危，這個情況啊，我覺得啊，川普如果讓他這種情況再繼續發展下去啊，不是只有明尼蘇達，明尼蘇達非法移民在美國是20名以外，最大的非法移民聚集带在哪裡？在德州，在加州。哎呀，那些要動起來的話，那川普可能這個政權可能都招架不住。是，川普現在要頭痛，那美國有沒有可能引爆內戰呢？尚志哥又怎麼看？就是要到內戰這個還是要很激烈，主要是要武器了。雖然美國槍支沒有管制，不過我們現在來看，我倒覺得現在對於川普的影響還是有哦。比如說這兩天他突然就是說宣布要對韓國又加稅，那這個東西的突然性沒有前面的一個邏輯因果，有可能就是包括這個國內那麼多這種麻煩事情。要知道國際上有很多事情，國內好多事情，但是國內的這種體感溫度跟直接的衝擊，對任何的所謂領導人都是更直接的。我想，其實，在在整個美國總體的狀況，死一個人 ，ICE 像先前那位女士，到現在死第2個人，它真的不是人數的問題，它確實是一個所謂民意人心，其實是有個邊界，承受的邊界，往往它不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7個人大家就會爆發變內戰，它不是個量級的，而是最後在整個裂解當中，很多的所謂價值的新仇舊恨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，現在川普方面，他呢就是還是執行他的價值 ，ICE 就是力度的執行，其實沒有改变。所以我們現在看整個美國的这個整個的變數，真的就是民主黨，就是剛剛先生講，民主黨可能就是要把 ICE 跟相關的預算卡掉，一卡掉之後。什麼呢？美國政府會受到停擺的影響。現在在賭盤上已經認為美國政府在今年這個月底1月底會停擺的賭盤超過80%，就認為這個影響是大的。而如果一旦真的對於政府關門，哇，這個席捲又會回到先前的政黨的對碰，就不只是現在我們看到街頭 ICE 的社會問題，那就會真的是亂成一鍋粥。但我覺得對於商人的個性來講，我認為川普雖然很強悍，但是商人就是要穩定才能賺錢。